清水镇，陈峰可是清水酒楼名副其实的大忙人，每天有干不完的活计，他就把大师傅们每天炒菜配料的过程都记在脑子里。吴掌柜已经答应了他，只要把今天的活干完，明天就让他回家。吴世仁正和账房先生王德才闲聊，看来以后多了些额外的花销，要是那个傻子不走该多好啊。嘿嘿，掌柜的，这有何难呐？你就说店里暂时雇不到人，让他再干些日子不就得了？不行啊，德才，那傻子都单独找我好几次了，我一直就这样推诿，我已经答应他，让他明天就滚蛋。掌柜的，要不让咱家小姐帮着劝劝？别提翠花，那孩子太不省心了，胳膊肘往外拐，根本就不向着我这个当爹的说话。你就让陈峰这样走了？走就走吧，说不准呢，回家待些日子还会过来找我给他安排活计。这你可说错了，他只要离开这里，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年前他有一个亲戚去了南山村，听说陈峰家里新盖的3进大宅子，本以为陈峰那个傻子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，没想到人家居然是一个隐形的富少爷。别看这小子平时蔫巴拉的，可是这鬼眼子贼多。在3年多的时间里，天天给这帮后厨的师傅们端茶倒水溜须拍马，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傻子，却不成把他们的手艺学了个门精。要是让陈峰离开这里，对他和那些大师傅而言，这绝对是个祸根。掌柜的，我可听说了，陈峰的妹妹可是个厉害的姑娘，会制糖会医术，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比你这个酒楼掌柜都好。陈峰离开怎么可能还会回来？不能吧，既然他妹妹那么能干，他还窝在这里打杂，难不成真傻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峰那小子可不是不思上进，你以为他整天就知道傻了吧唧的干活？其实他留在这里是为了学厨艺。据我所知啊，现在的陈峰可不单单是个打杂的，他炒菜的手艺可不次于咱们的任何一个大厨。德才你真会说笑，我早就吩咐下去，不准任何人教陈峰厨艺，他怎么会炒菜呢？掌柜的，我还真没跟你说笑。你还记得上个月咱们和店里的大厨在一起吃饭吗？当然记得，那天赵天、王七、李六、孙才，咱们店里所有的大师傅都在。当时我一高兴还多喝了几杯，害得我出门就摔了个狗啃泥，现在想想我牙都疼。那你还记得当时吃的那几道菜，比如清蒸安阳鱼、水晶瑶肉、红扒肘子吗？那哪能忘了，就那道清蒸安阳鱼做的比每次都好吃，还有那红扒肘子味道更是正宗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你这一说，我还真有点嘴馋了，一会儿咱俩好好喝一顿。掌柜的有所不知，那一桌子菜呀，可都是陈峰的手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咋不可能啊？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大厨都在喝酒，是谁在后厨炒的菜呀？对呀，是谁炒的？这个狗娘养的兔崽子，竟在我眼皮子底下学成了大厨，真他娘是个人精啊！学成大厨倒没啥，就怕……德才，咱哥们这么多年，你有话就直说，别吞吞吐吐跟个娘们似的。就怕他去别的酒楼当大厨，那咱们这儿可就没了招牌菜。要我看呐，绝不能让他离开，必须想办法把他留下来才行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德才兄弟，你主意多，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啊！这有何难呐？王德才说着，他上前在吴世仁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这能行吗？他要是真的给脸不要脸，那咱们就按第2套方案执行，必须让他吃点苦头，让他这辈子都甭想掌勺，让他以后不敢再来清水镇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，捎带着把赵天、王七等人一起叫上。好嘞，我这就吩咐人安排酒席。
这个时候，厨房里的大师傅正在闲聊喝茶。哎呦，王老哥咋有空来我们后厨啊？就是啊，这油吃呼啦的地方，别弄脏了你的衣服啊！别臭贫，你们几个都过来，我有话说。老哥，这整这么严肃，到底啥事儿啊？王德才瞥了一眼在外面蹲头干活的陈峰，低声耳语了几句。都听明白了吗？一会儿见机行事啊！赵天的嘴角噙着一声冷笑。放心吧，兄弟们早就看得不顺眼了。切，就是，看着蔫巴的，竟偷偷把我们的手艺都学会了，老子早就想教训他了。王琦一脸的阴狠，拳头攥得嘎嘎作响。好了，都快去准备准备。交代好一切。哟，陈峰兄弟，还在蹭大勺呢？哎呀，停下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我必须在天黑前把这些铁锅都蹭出来才行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些活你就别干了，跟我去前厅。掌柜的特意让我过来请你的。请我？哎呀，别大惊小怪的，掌柜的就是想请你吃个便饭。吴世仁从不拿正眼看他，今天居然让账房先生请他去吃饭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劳烦王先生代我谢过掌柜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我现在还不饿，还是你们去吃吧。哎呀，别介呀，兄弟，你不去哪行啊？掌柜的正等着你去呢，赶紧走吧。说着，上手把陈峰拽了起来，只好不情愿地来到了包房。刚进屋，就见赵天、王七几个大厨也在。陈峰啊，你来咱们这儿也有3年多的时间，可店里生意太忙，一直没时间一块坐坐聊聊天啥的。难得今天空闲，我就特意安排一桌酒席，让你和咱们店里的兄弟好好在一起乐呵乐呵。哎，掌柜说的没错，陈峰兄弟来咱们店这么长时间，这咱们还没一起喝过酒，今天定要一醉方休。对，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，趁此机会必须得好好的喝上一回。陈峰，来，咱们大家共同举杯来一个。众人纷纷举杯一饮而尽。一番推杯换盏之后，陈峰，咱俩呢也单独喝一个。陈峰感觉有一些醉意。谢谢王先生，我一会儿还得干活，不能再喝了。哎呀，干什么活啊？干活，以后你别蹭大勺了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小打杂的，哪能干那些粗活累活呢？这王先生说的哪里话呀？我真无一技之长，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。行了，兄弟，你别装了啊！就你上次弄的那几个菜，有的人在后厨待一辈子也弄不出来，就你现在的手艺啊，那可是成熟大厨，这咋还能说身无一技之长呢？那些都是我胡乱做的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我这辈子看人呐，从没走过眼，你小子了不起呀！是啊，德才，我早就看出陈峰是个难得的人才了。陈峰啊，其实自从你来到咱们酒楼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你小子与众不同，知道你将来定会有大出息。这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厨艺，真是没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呐。陈峰被这番虚伪的话恶心到了。或许你心里感到不满，觉得我对你太狠，不是打就是骂，足足让你干了好几年的杂活。其实这都是用心良苦，我就是想借此来磨练你的意志。古语有云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小峰，你现在也算学有所成，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打杂蹭大勺的苦力了。我现在郑重地宣布，你就是咱们清水酒楼的新任大厨，薪酬和赵天、王七他们一样。你要是觉得行，就干了这杯酒。哎呀，兄弟，别傻愣着呀，你赶紧把酒接过来，掌柜的还举着呢。哎，陈峰，赶紧把酒接过来，别辜负掌柜对你的栽培。就是啊，掌柜的让你当大厨，那可是高抬了你。
你别驳了掌柜的面子。是啊，想当年我可是干了5年多的杂工，蹭了3年的铁勺，厨艺学了3年，整整10多年的光景才成为大厨。可你直接从一个打杂的就变成了清水酒楼的大厨，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！多谢吴掌柜抬举，可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难以胜此大任，还望吴掌柜能理解。被驳了面子，吴世仁的脸立马阴了下来。陈峰，你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，在我这学会了手艺就想着去单干，我告诉你，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儿。哎，陈峰，你这么做可不地道啊！这本来就是偷艺，掌柜的给你脸面让你留下来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就是，要是识相的，赶紧给掌柜的道歉，喝了这杯酒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掌柜的您放心，我虽然学了个皮毛，但也有心开一家酒楼，但我保证不会在清水镇开店，绝不会和您抢生意。你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要是你真开了酒楼，我还能给你砸了不成？掌柜的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写保证书。哎呀，行了，写啥保证书啊？掌柜的，你看你喝多了吧？陈峰都这么说了，那是一定能办到的。俗话说，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年轻人有闯劲儿，咱们得支持才对呀。他边说边朝吴世仁使眼色。哎呀，瞅瞅我这个德行，喝点酒嘴上就没个把门的。哎，陈峰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我就是对你有点不舍。既然你不想留下也没事儿，以后记得常过来看看就行了。多谢吴掌柜能理解，你们先喝着，我该回去干活了。哎，别，你别急着走啊，还干什么活啊？今天难得一聚，你明天又要离开这里，这酒席呢，就当是给你饯行了，咱们得一醉方休才行啊！嘿嘿嘿。不行了，我现在已经醉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其他人早已经知道吴世仁接下来想干什么，也跟着劝说了起来。咱们在一起3年多，你这要是走了，我还真是不舍。今天必须喝个尽兴。哎，就是啊，明天你就离开这里了，咱们以后指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呢。今天就当是给你饯行了。对，你千万不能推脱，今天这酒你要是不喝，那就是瞧不起我们。陈峰推辞不过，又不好驳了众人的热情，只好又坐了下来。众人纷纷朝他敬酒，一圈下来，他喝得有点多了，几乎到了飘飘然的状态。王德才见状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冷笑。小峰啊，哥哥知道你胸怀大志，你以后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帮兄弟一把呀！啊，放心吧，哥哥，以后兄弟我真能把买卖做起来，我就请你去给我当帐篷先生。有你王才在，我就不信赚不到大钱。陈峰已经喝得忘乎所以，不由自主地说起了大话。嘿，瞅瞅你还没分开呢，就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。我叫王德才，不叫王才。我没忘，你还不知道，其实所有人在背后都叫你王才。为啥？这你都不知道，你可真是个大傻帽啊！别忘了，你个老小子平时里可没少干缺德事儿，不是打瞎子就是骂哑巴，要么就是勾搭人家小媳妇儿。所以啊，你缺了个德字，只能叫王才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有一天你要是想跟着我干，可不能再缺德了，要不然呢，我可不敢用你。这一番话差点没把王德才给气吐血。兄弟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折腾，要是缺钱呢，尽管跟哥哥开口啊，多了拿不出来，可180两银子那还是有的。你可别鸡屁股上面拴线绳，在这瞎扯淡。谁不知道你王才惧内啊？1个月挣的月钱都得如数上交，你哪儿去弄来这180两银子？这不是吹大牛腿呢吗？啊！兄弟，那可不是惧内，月钱如数上交，我那是疼媳妇儿。你可拉倒吧，就你还说疼媳妇儿？你在镇东头养的那个野婆娘都给你生2孩子了，你要是疼媳妇儿，能背着她在外面胡来？他是咋知道的？他还知道一些啥？嘿嘿，兄弟，你可别胡说啊！这要是让我夫人知道，那还得了？
你这是不想让兄弟我好过呀？陈峰醉醺醺的摇头笑了笑。你拿我当兄弟，我咋能出卖你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这件事情只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兄弟，你别整那些没劲的，我就问你，用不用兄弟我帮忙？用，咋不用？可是你有银子吗？有，咋没有啊？实话告诉你，这些钱可都是我的私房钱，不信你问店掌柜的。对，德才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他确实有钱，那100两银子在他枕头底下藏着呢。哎呦，我的店掌柜，你咋把这话都说出来了？俗话说财不外露，这要是丢了，我可找你赔啊！放心吧，在座的都是自家兄弟，谁会动你那点私房钱？你说的没错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谁会动那点小钱呐？陈峰，你要是缺钱呢，一会儿我就给你拿上，咋样？陈峰早已醉得不行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认知。谢谢哥哥好意，我们家不差钱，你还是好好收起来吧。行，既然你不差钱呢，那以后再说。只要你开口，钱随时给你准备着。来吧，咱们喝酒。好，喝酒。说话间，几杯酒下肚，吴世仁觉得还差点火候，朝那几个大厨使了个眼色。陈峰，来，咱们接着喝。不，头晕的厉害，不能再喝了。陈峰，咱哥俩也喝一个呗。不行，真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真醉了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不了道了。哎呀，啥叫不能喝呀？你不醉我不醉，桌子底下谁来睡啊？你一口我一口，喝完我扶着你一起走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对，也算我一个。陈峰，你喝一杯，我喝一杯，喝完咱们接着吹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陈峰就喝得酩酊大醉，趴在桌上不省人事。哼，臭不要脸的，光明大道你不走，偏要一心寻死路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吴世仁的手段。德才，就按你刚才说的办，先让他吃点苦头，只要能榨出油水，再给他送官。掌柜的放心，保证做的天衣无缝。各位兄弟，接下来的事儿，想必掌柜的都已经跟你们说了。陈峰这小子不地道，把诸位手里的招牌菜可都学会了。真要是让他出去自立门户，那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为了店掌柜，也为了咱们能混口饭吃，今天咱们必须给他来个栽赃陷害，让他后半辈子去牢里面混日子。这件事儿就咱们几个兄弟知道，嘴巴可都得严实点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那可是陷害之罪。放心吧，王哥，这我们啥关系啊？哪能随便乱说啊？就是啊，在座的可都不是外人，谁会说这事儿啊？王哥，你多虑了。没错，我早就看陈峰这小子不顺眼了，趁此机会正好修理修理他。对，狠狠揍他一顿再说。好，那咱们先把这小子弄走，把事情都安排妥当，再回来接着喝。翌日一早，陈峰从睡梦中悠悠转醒，就听到院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。给我挨个屋好好走，竟敢在我的地盘行窃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吴掌柜，这是咋了？不等吴世仁搭话，身后的王七冷哼了一声。哼，兄弟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王先生枕头底下那100两银子被人偷了。不会吧，竟有这事儿？陈峰看向一旁的王德才。王先生，你不会是放错地方了吧？哎呦，我的好兄弟，那可是100两银子，我哪能放错地方呢？我就是怕丢了，所以才用自己那件蓝色长衫包裹着银子当枕头枕着。哪成想今天我醒来一看，枕头没了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？王先生，你别急，急坏了身子不值当的。你说的轻巧，那可是100两银子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这都怨你，要是找不到，你就得赔我银子。王先生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也不是我偷的，你赖我干啥？就赖你，昨天你要是不说我枕头里有银子，今天能丢吗？你这人咋不讲理呢？
掌柜的，你也别生气，王先生你也先别着急，要是真丢了银子，还是赶紧报官的好。哎，对，赶紧派人去报官。哎，不行啊，不能去报官。掌柜的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去县衙报官，来回就得2个多时辰，等于是给贼人销赃的机会啊。要我看，先把昨天咱们在一起喝酒的人住的房间搜索一遍，搜出来那就是人赃俱获，那搜不出来再报官也不迟啊。此言一出，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王七这话说的有道理啊，咱们先搜查一遍，这省得贼人跑了。对，没错，昨天喝酒的人现在都有嫌疑，必须一个一个的搜。这个主意好，一事清白，先从我房间搜。兄弟，你没意见吧？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就先从我房间搜起吧。好，那就听大家的，动手吧。赵天王七几人得到指示，冲进陈峰的房间，开始翻箱倒柜。不一会儿，众人陆续空着手走出来。掌柜的，没有就对了，赶紧去李六房间看看。行啊，陈峰，没看出来啊，你小子还挺爱臭美啊，竟还偷偷的做了件长衫。哎，你们快看看，我穿着怎么样啊？这不是我的衣服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不是你的？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呀？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把衣服藏在床底下干啥呀？不是，这真不是我的衣服。这不是我用来包裹银子的衣服吗？咋会在这儿？啊，王先生，你看我干啥呀？我哪知道啊？这你得问陈峰啊。我也不知道这衣服咋会在我房间里。好小子，你还在这装腔作势，快说，我的银子哪儿去了？不，王先生你弄错了，我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。吴掌柜，你是最了解我的，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是啊，德才，陈峰在孩子老实本分，应该不会是偷银子的贼。你再好好看看，这衣服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咱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呢。哼，错不了，这衣服就是我的，以前我经常穿，只因为不小心被炭火烧了个窟窿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检查一下。王先生说的没错，这事儿我可以作证，这当时我也看见了，要是没记错，那个窟窿应该就在前襟处。拿来我看看，你们要是冤枉了陈峰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吴世仁拿过衣服仔细看了看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怒视着陈峰。没想到真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枉费我对你的信任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，银子是被其中某个人偷走了，然后趁着我喝醉酒，悄悄把衣服放进我房间里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是谁想陷害你啊？吴掌柜，这真不是我干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发个屁誓！人赃俱获，你还狡辩啥？赶紧把银子拿出来还给王先生。看在你多年干活的份上，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。没看出来这小子平时蔫儿巴的，手脚却不老实，竟然行窃。是啊，这叫蔫巴萝卜辣死人，表面装老实，实则蔫坏。没错，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，吃羊的狼不闹，越他娘的老实，越在背后下黑手。陈峰，不是我们说你，包裹银子的物证都已找到了，你还有啥可狡辩的？就是啊，听哥哥一句劝，赶紧把银子拿出来还给王先生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看在大家多年在一块干活的份上，王先生定然是不会与你计较的。掌柜的，我真没偷王先生的银子，请你相信我，这衣服肯定是有人故意放在我屋里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就派人去搜索其他人房间，只要找到银子，就能还我的清白了。好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有人冤枉你，那我便信你一次。你们和陈峰去你们住的屋子里搜查一番，只要找到银子，就能还得清白。好嘞，掌柜的，我们这就去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就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，除了几个零星的铜板，根本没见银子的踪影。掌柜的，我里里外外都找了，没发现银子。我这边也没有，衣服是在你屋里找到的，银子肯定是你偷的，你就别狡辩了。我说了，这不是我干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呐！你跟我瞪啥眼睛啊？偷人东西还不能让人说了？那要不是你干的，这王先生的衣服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揍他一顿，看得老实不？掌柜的，这个人就是死鸭子嘴硬，
你就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把他捆起来送衙门去，一顿板子下去，看他着不着。陈峰，你还有啥可说的？赶紧把银子拿出来，不然我也保不了你。吴掌柜的，求你相信我，我真没偷王先生的银子。物证在此，你还狡辩啥？掌柜的，这小子就是给脸不要脸，让兄弟们教训教训他，看他还敢不敢嘴硬。先给他松松肉皮子，让他知道当贼的下场。你们敢？你个贼人，看我们敢不敢！王七说着，飞起就是一脚踹在陈峰的肚子上，生生的被踢飞出去1丈远，捂着肚子半天没有爬起来。刚想开口解释，就再次被踹翻在地，拳拳到肉，腿腿生风。他疼得大喊大叫。吴世仁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你赶紧说出银子在哪儿，不然没你好果子吃。陈峰兄弟呀，那100两银子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，你要是用钱，我可以借给你，可你不能当贼呀。我说了，我没拿，我是被冤枉的。真是要钱不要命，把他弄到柴房去。王七等人连拖带拽的把陈峰拖了出去。吴世仁掏出一张纸，递到王德才的面前。你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承认就是偷银子的贼，只要他在这份口供上签字画押，咱们不但能把这不知深浅的东西送进大牢，还能白白得了100两银子。到时候咱们2-1天作5，一人一半，岂不美哉？掌柜的放心，他就是铁打的汉子，我也有办法让他服软。来到柴房，见陈峰双腿蜷缩在地上。陈峰啊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你偷的银子，你就别不承认了，赶紧把银子拿出来，我绝不追究此事。陈峰已经觉察出来了，此事绝非偶然，而是有所预谋。我呸！王德才，你个卑鄙小人，你见我学会了厨艺，遂在背后捣鬼诬陷我，你不得好死！王德才暴怒，抬腿一脚把陈峰踹翻在地。臭不要脸的，偷了银子还嘴硬，兄弟们，给我狠狠地揍他！一阵拳脚过后，陈峰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。兄弟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赶紧说出来银子在哪儿，省得再受皮肉之苦。王德才，你个卑鄙小人，我偷没偷银子你心知肚明，你让我说啥？看来你是一时想不起来了，不过这也没事儿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画押，这件事儿也就算过去了。等什么时候你脑瓜子清醒了，再把银子还给我也不迟。王德才呀，王德才，真是低估你了，你他娘的真是缺了大德，竟然想出这种不是人的法子栽赃陷害，你想屈打成招，你做梦去吧！我要报官，我要报你污蔑之罪。你乖乖的签了字画了押，自然得带你去见官，可现在你想也别想。想让我画押，你做梦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他娘的真是找死！我现在问你一句，到底画不画押？画你娘腚眼子！你自己贪墨淫钱养小老婆，你还敢诬陷我？我要揭发你，你贪墨银子！放你娘的屁！他杀心顿起，随手抄起地上的一根木棍，朝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。陈峰应声倒地。德才，你下手轻点，别给打死了。是啊，王哥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，咋能往脑袋上打呢？王七说着来到近前，用脚踢了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陈峰。赶紧醒醒，别躺地上装死了。叫了半天没有一点反应，连忙俯身探了探陈峰的鼻息，发现进气儿多出气儿少。死了，他死了。啥？死了？王德才虽然起了杀心，可毕竟是没有杀过人，见真的出了人命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咋会死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现在闹出人命了，这可咋办啊？赵天冷汗直冒，声音颤抖。
都他娘的怪你！说好的就是教训一下陈峰，你他娘的咋下死手啊！你下手也太狠了，他就算是满嘴胡说，你也不能打死他呀！就是啊，这人命关天，你这不是成心害我们吗？这可咋整啊？完犊子了，没事瞎出幺蛾子。现在好了，把人打死了，咱们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哎，李令，你说的这叫啥话？人是他王德才用棍子打死的，跟咱们有啥关系啊？对，你说的这话没毛病，跟咱们蛋毛关系没有。哼，你们少他娘的在这儿一推625，刚才你们敢说没动手？告诉你们，咱们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也别想把自己撇干净。行了，你们都是自家兄弟，就别互相推诿了。哎呀，掌柜的，你可是主心骨啊！现在闹出了人命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这掌柜的，这可是条人命，这官府真要追查下来，咱们这些人都得他娘的掉脑袋啊！你们先别慌，他好像还有口气儿，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掌柜的，你啥意思？难道你还想给他请郎中啊？你别费这劲了，眼瞅着出气儿多进气儿少，用不了多大会儿就得咽气儿。要我看呢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等到天黑，咱们把他抬到荒郊野外挖个坑埋了得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主意不好，咱们这里人多眼杂，万一被哪个有心人看到，岂不麻烦？再者说，他那个妹妹可是个厉害的货色，万一哪天找过来不见了他哥哥，再去报官，恐怕官府顺着线索会追查到这里，真要查出点蛛丝马迹，咱们可就一个都跑不了了。掌柜的，这还不简单？就说他早就走了，只要咱们口吻一致，那些泥腿子还不好糊弄。哎，不，这样做不稳妥，咱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才好。哎，有了！哎，德才，你快说说，你想到啥好主意了？掌柜的，趁着现在这小子还没断气儿，你赶紧派人去他家里报信儿。咱们就说啊，你快拉倒吧！陈峰现在满身都是伤，他家人看见能不去报官吗？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纯属就是找死，还不如直接弄到荒郊野外喂野狗呢。没错呀，真要是把他家人找来，咱们这几个都得被带去县衙，去那种地方，那不死也得扒层皮呀！可不是呗，王德才，你出的这啥馊主意？这跟不打自招有啥区别啊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派人去给陈峰家人送信儿，就说他昨夜喝多了酒，在大街上调戏大姑娘小媳妇儿，被人毒打一顿，扔到了河沟里。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行了。只要陈峰一死，那就是死无对证，咱们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啦。老哥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既摆脱了嫌疑，又把人给送走了，真是一举两得呀！好手段啊！这么一来，那就是死无对证，就算是报官，那也无从查起了呀。好，既然大伙都同意，就趁他还没断气儿，赶紧派人去给他家人送信儿。老哥，我们这嘴笨，这事儿还得你亲自去一趟的好。对，老哥你能说会道，这我们天天在后厨跟锅碗瓢盆打交道，说话不仅仅利索，这万一说错了话，岂不是惹了麻烦？是啊，德才，这事儿还得你出面才行啊。我可以去，不过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咱们现在可都是在同一条船上，嘴巴可都严实点，真要是走漏风声，这可是掉脑袋的重罪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咋想的，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既然你们参与这件事儿，就是从犯，别想把自己摘干净。放心吧，老哥，咱们之间啥关系啊？谁会说这事儿啊？就是啊，虽然咱们不是亲兄弟，但却是情同手足啊，绝干不出那种出卖朋友的事儿。谁他娘的要是嘴巴不严实，让我王七知道，我一刀砍了他的脑袋。德才，你就放心，咱们兄弟嘴巴都严实，不可能说出去的。你赶紧去趟南山村，让他们速速来人，将这将死之人弄走。
那你们收拾一下，把他抬回屋，我去就回。南山村饭桌上，哎，青丫头啊，你大哥都已经19了，老在外面飘着呀，也不是个事儿。要我看呐，该找个媒婆给他说一门亲事，省得他心也不知道回家。大儿子从小就喜欢做饭，不回来一定是厨艺不精，想再好好学学。你忙着给他说亲事干啥？哎，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吴氏人的为人，又抠又吝啬的，根本就不拿咱们儿子当人看。咱们现在日子是越来越好，他还留在这里打杂干啥呀？回来帮青丫头经营堂房多好。你呀，就知道给孩子拖后腿。冯儿的愿望是开酒楼自己当掌柜，你有啥可担心的？大哥说好的昨天晚上回来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回家，真不知道为啥大哥又食言了。娘，你别担心，一会儿我就去镇里看看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大哥带回来。你大哥心眼实，要是不回来呀，你就跟他说我病了，再不回来就永远见不到我了。我先去堂坊看看，大宝要是没走，我就和他一起去镇里。好，你们路上小心点。放心吧。陈青青刚到大门口，就见一辆马车朝着这边驶过来，他心下一喜，难不成是陈峰回来了？哎呦，陈姑娘，看见你真是太好了，你赶紧跟我走一趟，你哥出事儿了。王先生，我哥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哥他快不行了，快上车，我路上跟你解释，晚了你就见不到你大哥最后一面了。王先生，快走。好，陈姑娘坐稳了啊。王德才朝着车夫吩咐了一声，车夫调转车头，朝着清水镇而去。马车一路疾驰，直奔清水镇。王先生，我哥到底咋了？他是生病了吗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昨天我们店里的几个伙计在一起小聚，谁知你大哥来了雅兴，非要和每个人喝上一杯酒，说他马上就要离开酒楼，不在那儿干了，和大家互相道个别。我们就劝他少喝点儿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没办法，只能让他喝个痛快。当时他喝得左摇右晃，我们就要把他搀扶到屋里面去睡觉，可你大哥不干呐，非要找个地方乐呵乐呵，还说你能干，会制糖会医术，以后他就是富家少爷，将来还要娶3妻4妾服侍他呢。哎呀，今儿个就要去那烟花之地好好学学驭妇之道。你看这，他就摇摇晃晃的出了酒楼。王先生，我大哥为人正直，根本不是你口中这样的人，你休要胡说。哎呀，陈姑娘，我骗你干啥？你大哥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你大哥离开酒楼后啊，我们就回店里忙去了。临近戌时打烊，发现你大哥还没回来，我们店掌柜就着了急，让我带着几个人出去找找去。几乎找遍了大街小巷，可没发现你大哥的踪影啊。就当我们往回走时，听见有人说清风酒楼的杂工在沟里趴着，我们赶紧过去拿灯笼一照，哎呦，就见你大哥浑身是伤的趴在抽水沟里呀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为什么会受伤？那人说呀，陈峰在大街上调戏非礼人家小媳妇儿，被那妇人的丈夫看见，就招呼几个人把你大哥给打了，打完还把他扔进了抽水沟里。哎呦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大哥已经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，掌柜的给请了郎中，郎中让我们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儿。你看掌柜的心急，这才让我来通知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大哥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陈姑娘你可来了，赶紧去看你大哥最后一眼，估计马上就要不行了。有劳吴掌柜了。陈姑娘请随我来。窝棚里，陈峰躺在那个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，他心如刀绞，强忍着颤抖的手轻轻搭上陈峰的脉搏，脉搏虚弱，几乎难以触摸到。吴掌柜，请你们出去，我要给我大哥看伤。陈姑娘啊，你大哥已经不行了，你还是快带他回家吧，也能让你爹娘再看他一眼。胡说，我大哥不会有事的。哎呦，陈姑娘，我知道你心疼你大哥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
我们早就请了郎中，可郎中看了一眼，扭头就走了，说就算大罗神仙来了也无力回天，所以我才急着通知你来接你大哥回家的。我说了，我大哥没事，请你们立刻出去，我要给他看病。吴世仁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立马冷下了脸。不行，你赶紧把人弄走，要是人死在我们店里多晦气啊！陈姑娘，我们开的是店，做的是生意，这要是有人死在这里，以后谁还来吃饭呢？幸亏我们发现的及时，这要不然你大哥非得让野狗给啃了不可。就是啊，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儿把人给弄回来，你不说句感谢的话也就算了，还想让人死在店里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可不是，这姑娘咋不知道好嘞？要知道这样，咱们还不如不管，或许现在早就被野狗啃得剩一堆骨头了。我们不图名不图利，就当瞎扯淡了，你还是赶紧把人弄走吧。陈姑娘，要是没有他们几个，估计你大哥早就尸骨无存了。看在我们把他救回来的份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死在我的店里，还是快快带他离开吧。好，我带他离开。吴掌柜，王先生，你们说我大哥调戏良家妇女被人打成重伤，这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他到底是怎么受的伤，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，我是一定会查清楚的。陈姑娘，你可以随便查，作为酒楼的掌柜，我对陈峰问心无愧。看着逐渐远去的马车，王德才这才长松了一口气。总算是把人打发走了。德才啊，他们不会去报官吧？放心吧，掌柜的，死无对证，告谁去呀？就算他家人报官，也是无从查起，官府才懒得管这受累不讨好的事情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油水可捞，官府才懒得管呢。吴世仁说着，朝着身后的几个人提醒道：这事儿可就咱们几个人知道，人命关天，千万别到处瞎嘚吧，真要是事情败露了，咱们都得摊官司。知道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。马车上，陈青青意念一动，带着陈峰进入空间，立刻对陈峰进行全面检查。头部遭受撞击，颅骨骨折，脑震荡，胸骨多处肋骨骨折，胸部明显的出血水肿，肋骨刺穿肺部伴有气胸，四肢关节脱位，身体肌肉损伤严重。检查结果越多，陈青青的脸色就越发的难看。这是有多大的血海深仇，居然下这么重的毒手？不管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，我绝对会给你报仇的。幸好有医疗救助空间，里面东西一应俱全。陈青青很快对陈峰进行了脑部手术，清除颅内血肿，修复颅骨骨折，紧接着处理气胸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陈峰的性命总算是稳住了，但是他的情况却是非常危急，需要特殊的监护与治疗。意念移动出了空间，车已经到了南山村。这位大哥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喊人过来帮忙。好的，姑娘，你去吧，别着急。爹，大宝，你们出来一下。青丫头，你大哥呢？他没跟你回来吗？娘，我大哥他回来了。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风儿。青丫头，怎么了？你哥在哪儿？爹，娘，我哥受伤了，现在在马车上。受伤了？哪儿受伤了？严不严重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娘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稳住了大哥的伤势，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听到这话，林氏身形一晃，险些没有站稳。看到已经没有人样的陈峰，风儿，你醒醒，我是娘啊，你别吓唬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娘。儿啊，你醒醒啊，你这是想要痛死娘啊。风儿，闺女，你大哥到底怎么了？是谁把你大哥打成这样的？爹，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已经稳住大哥的伤势，他现在需要静养。你和大宝先把我哥抬回屋，等他醒来之后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好，爹听你的。秀梅，你别着急，青丫头说风儿已经没事了，你这样让儿子听到，儿子会心疼的。好，
我不哭，不哭。陈占山和大宝小心翼翼地把陈峰抬进了屋。此时马车周围已经围满了村民，看着哭得肝肠寸断的林氏，纷纷侧着身子抹眼泪。陈峰这么好的孩子，见人总是乐呵呵的，是谁下的狠手啊？咋把人打成这样了？是啊，下手真够狠的，打得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，这不是想要了他的命吗？哼，青丫头，你说你就是不听三叔的话，要是你撕了段亲书，凭三叔秀才的身份，谁敢欺负陈峰啊？现在可好，被人揍成这样，都没人替你们出头了吧？青丫头啊，你三叔的话在理，你今天要是道个歉，把段亲书撕了，明儿个就让你三叔去镇里找旗长，一定给陈峰出口恶气。就是，凭我和王市长的交情，想要找到殴打陈峰的人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听到两个人这番不要脸的话，陈青青不屑地翻了个白眼儿。一个穷秀才也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，还真是口出狂言。他理都没理两个人，转身进了院子。呸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真不知道好赖。哼，就这样的臭德行，以后一定得吃大亏。真到了那时候，就是跪着来求我，我都不带搭理你的。咋不被人打死呢？哼，看着他们就来气。陈老太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呀？陈峰咋说也是你大孙子呀，现在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不心疼也就罢了，竟还说些风凉话，有你这样当长辈的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就算断了亲，你们真要是出面帮着讨回公道，占山一家子自然念着你的好，可你们倒好，想挟恩图报。幸亏青丫头不同意，她真要是同意了，我都不能同意。就是啊，还是秀才呢，竟想不劳而获谋人家财产，哼，真不要脸！快滚回家撒泡尿照照，看看你那贪婪的嘴脸吧。话音刚落，一个鸡蛋啪的一声扔到了陈占才的脸上。村里人见状，纷纷把手上的烂土豆、菜叶子，甚至是地上的牛粪都捡了起来，纷纷朝着他身上招呼。疯了，你们真是疯了！等以后我中了举人，一定要你们好看。爹娘，你们别担心，我大哥现在已经保住了性命，没有危险了。好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哥虽然没事了，但是不能接触人，需要静养。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这几天就不要再进这屋了，免得我哥伤口感染。若是这样，就算我医术再高明，也救不了他。这几天我会亲自守着我大哥，直到他完全脱离危险为止。陈青青知道陈峰的伤势虽然稳住，可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这2天才是关键时期，他得预防术后感染、术后并发症。青丫头，你的意思是你大哥？娘，放心，我不会让我大哥有事的。陈青青安慰完林氏，便让他们出了屋子，把陈峰带入空间，随后拿出盐水、抗生素给他输液。翌日清晨，林氏轻轻地敲响了房门。青丫头啊，娘给你煮了米粥，要不要给你送进去？娘，给我吧，我一会儿吃。闺女，你累坏了吧？要不你吃点东西去睡一会儿，娘来照顾你大哥。不用，我大哥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是你还不能见他。这个屋里我已经全面消毒，属于无菌状态。你要是带病毒进屋，会对他的身体不利。你就再忍2天，我保证还你一个健康的儿子。林氏听他又是消毒又是无菌，也不明白是啥意思，但是知道他不会害陈峰，便点了点头。好吧，娘听你的。陈青青一夜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让大宝去一趟安阳县县衙报案，仵作验伤，不然过几天伤口愈合，县衙就没办法留证据了。经过3天的救治，陈峰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现在除了不能吃东西以外，其他的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闺女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爹娘，我不辛苦，你们先进去看看我大哥。
要是不出意外，再过2天他就能下地活动了。儿啊，你受苦了。秀梅，让凤儿好好养伤，咱们出去说话。好。凤儿，你好好养伤，别乱动，一会儿爹再过来看你。饭厅，娘，你真好，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。闺女，这几天你累坏了，今天开始啊，你就好好休息，照顾你哥的事儿交给我和你爹。好的。闺女，你慢点吃。谢谢爹。秦丫头，你大哥的伤到底是咋回事？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是啊，到底是哪个遭天杀的混蛋下的毒手，竟把人往死里打，真是没有王法。咱们去报官，把那些没人性的凶手都给抓起来。爹娘，吴世仁和他的账房先生说我哥醉了酒，在大街上调戏人家小媳妇被打的。他便将王展才对他说的那番话向陈占山夫妇复述了一遍。不可能，你大哥绝干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说的对，我也不相信陈峰是那样的孩子。当家的，咱们可不能让儿子受着不白之冤，咱们得去报官。我就不信县老爷能坐视不管。陈占山不由皱起了眉，虽然他不相信儿子是轻浮之人，可万一是真的呢？毕竟儿子已经19岁，早就到了娶亲的年纪。孩儿他娘，这官司还是不打得好，人家不都说了，是咱们大宝有错在先，才遭此横祸，不死也算是他命大。真要是去报官，抓不到凶手不说，有可能让官差反咬一口，定陈峰一个调戏民女之罪。真要是那样，陈峰名声不保，后半辈子也就完了。娘，我爹说的对，报官的事不急，等我哥伤势好转，问清缘由，咱们再做打算。好，听你的。时间飞快，转眼半个月过去了。陈青青经过精心调治，陈凤的伤已经基本痊愈。大哥，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受伤的？小梅，这是我晚上喝醉了酒，掉沟里摔的。大哥，你说自己是喝醉掉在酒沟里摔的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别忘了，我是郎中，这摔跤和打伤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。还有，王德才、吴世仁，他们可不是说你是被摔伤的，你实话实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弄的？他们没说我是摔的，那他们是咋说的？说你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被人家男人揍的。这些日子我已经让大宝打探清楚了，那天晚上清水镇根本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的事情。你和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酒楼被人欺负了？是谁打的你？他们为啥要打你？他怕那些人对付小妹。他沉默了。大哥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被那些人给打死？恶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敢反抗。你若是白白让他们欺负，那么以后你将永远生活在恐惧阴影下。你知不知道这背上挑衅妇女的污名是何等严重？这辈子你就算是彻底毁了，你将永远活在别人的议论中。就算将来娶妻生子，若是他们问起，你该怎么回答？小妹，你说的都对，可是那些人狼狈为奸，臭味相投，无视人还有靠山，咱们就算去找他们要说法，他们也不会承认的。哥，你只管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打你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，我不会跟他们硬来的。他们知道我学会了厨艺，忌惮我，怕我开酒楼抢了他们的饭碗。陈峰把事情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这些该死的混蛋，必须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咱们得去县衙报官，告他们栽赃陷害、刑讯逼供，擅自动用私刑。小妹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咱们没证据，打不赢官司的。大哥，当初他们动用私刑，店里有没有其他人看到？你在酒楼3年，就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吗？那天晚上，他们给所有人都放了假，店里只剩下了吴世仁，还有关系好的几个大厨。这些人分明就是合起伙来算计我，这都没看出来，我真是笨死了。没有证据也不怕，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。咱们一定要去报官，讨个公道去。好，大哥都听你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早早出发。陈青青打算先去清水镇，然后雇辆马车去安阳县。其实雇马车只是一个借口，他知道吴翠花对陈峰有好感。
既然吴世仁没有动手，或许他会给他作证。安阳县县衙，堂下所贵何人？有何冤屈？速速道来。启禀大人，小人乃清水县镇南山村人士，姓陈名峰，在清水酒楼当杂工，就在离开的前一天被人灌醉，诬陷我偷盗，无辜被人殴打，差点死于非命，求青天大老爷给我做主啊！秦大人，此子就是我前些日子和你提起的报关当事人，派仵作验过伤，身上的伤确实是人殴打所致，这至于什么原因，还请大人传召双方当事人前来对质。秦守生点点头，县城所言有理，被告可来了。启禀大人，属下早已令人快马加鞭去清水镇提人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好。秦守生看过状纸，顿时怒不可遏。这个吴世仁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纵容账房等人殴打他人。来人呀，传被告。青天大老爷呀，我们是清白的呀，你可要为小人们做主啊！你们诬陷我偷盗银钱，意图屈打成招，怎敢说你们是清白的？陈峰，我们啥时候诬陷你、殴打你了？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都给我肃静！是你们断案还是本官断案？陈峰，你说吴世仁、王德才等人殴打你，你可有证据？比如有人看到，愿意给你作证的证人。回大人，他们狼狈为奸，头天晚上把我灌醉，第二天说我偷了他们的银子，并对我用私刑，把我殴打至昏迷。他们这几个人都在现场，只要大人严加拷问，他们一定会招供的。胡说！本官查案岂能随意动刑？万一屈打成招，岂不是恶意抹黑本官，藐视法度？原告的话，你们可认同？启禀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我们和陈峰无冤无仇，打他一个杂工做甚呐？什么偷盗银子、动用私刑，他纯属就是恶人先告状，污蔑我们，一心想讹诈我们钱财罢了。他身上受的伤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，是他半夜醉酒调戏人家小媳妇儿被人毒打所致。我们掌柜好心好意把他救回来，他却恩将仇报，想要赖上我们，请大人明鉴呐！你胡说，我没调戏小媳妇儿，这一身伤是被你们打的。启禀大人，此人脑子已经被打傻了，他在我店里干了3年多的杂工，我一向待他宽厚仁慈，可他却恩将仇报，想借此机会讹诈我，望大人明察，要为草民做主啊！大人，这个吴世仁可是咱们的老相识，年节可没少孝敬大人您，咱们可不能听原告一面之词。陈峰，被告的话也有理有据，你既说是他们打了你，你可有人证？若是没有，本官可就没法替你做主了。既然你没有人证，此案就不算成立，本官仁慈，就不与你计较。你且退下，莫不要再来寻衅滋事。此案无凭无据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大人，我们有证人，就在门外候着。你是何人？你有何证据？禀大人，我是陈峰的妹妹，我说的证人乃是吴世仁的闺女吴翠花，还有后厨的几个大师傅都能证明。传证人上堂。翠花，你来这干啥？别跟着瞎闹，赶紧退下。爹，女儿不孝，不能依你。你这是想要气死爹呀！知道你们跟陈峰关系好，可别昧着良心做伪证，那可是犯法的。就是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掌柜的待你们不薄，这你们咋能跟这老瞎起哄啊？王国头睨了他一眼，恭恭敬敬朝地上叩头。启禀大人，陈峰为人正直，在店里3年多，除了干活没有其他爱好，更不会半夜出去棉花素柳，所以他不可能调戏人家小媳妇儿的。对，陈峰不可能干出这种下作之事。你们怎么证明陈峰是被他们打伤的？是你们亲眼所见吗？大人，民女不曾亲眼看见，但王德才说
陈峰是勾引小媳妇儿被打，我不敢苟同。陈峰的为人，我敢用性命担保，他绝做不出这种下流之事。我们也可以担保，我们共事多年，陈峰从来就没有半夜出去过。对，我们酒楼10年如一日，这从来都是数十大洋。可陈峰出事那日，掌柜的却早早打发了我们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这话不错，一定是王德才为了下手，故意支开我们。真是一派胡言，推测岂能当作证据？要是如此办案，还要官府何用？赶紧退下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大人，照您的意思，他们说我大哥调戏良家妇女，不也是无凭无据、道听途说？他们分明是子虚乌有，捏造事实，根本没有案发现场。请大人派人实地考察，他们的谎言便不攻自破。我不管你们谁在说谎，本官断案靠的就是证据。若是你们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人证物证，若胆敢再纠缠下去，把你们通通都关进大牢，判你们个寻衅滋事罪。大人，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小人的伤正是被王德才所致。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贪墨了酒楼银钱之事，所以才对我下了死手，还请大人明鉴呐。我哥所言不假，王德才蛊惑吴世仁对付我哥，怕我哥另起炉灶，影响酒楼生意，妨碍他发财，便设下圈套，诬陷我大哥偷了银子。本以为让他签字画押，我大哥便会被道以偷窃流放。可是王德才没想到，我大哥不但知道他贪墨银钱之事，还知道他用贪墨的银子在东街养了小老婆，所以一时心急，便对我哥下了死手。德才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他贪墨银钱的账本早已被销毁，根本没有人会发现。掌柜的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的事儿。汪德才，你未免太自信了吧？你以为销毁了账本，此事就不会被人发现？俗话说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说话前得有证据，你别像只疯狗似的乱咬人，小心我告你诬陷。陈姑娘，没有证据，空口白牙就是诬陷。若被告追究你的责任，那可是要蹲牢房的。多谢大人提醒，民女没有证据，怎敢胡说？这些账本，想必你并不陌生吧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你诬陷我！王德才，你别狡辩了，我已经仔细查看过，这账本确实是真的，上边的每个字都是出自你之手。不可能！掌柜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你要相信我呀！吴世仁拿过账本仔细查看，每个账本都有2项相同的日期，上一页是正常的收入开销，下面是动过手脚的。基本上王德才每天都在贪墨他的银子。你个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，我自认待你不薄。你忘了10几年前你走投无路晕倒在我店铺门口的时候，是谁救了你？谁给你一口饭吃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掌柜的，这是他们诬陷我，这账本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？这一笔笔哪一条不是你的笔记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啥可狡辩的？你为啥要揭穿我？我弄死你！我弄死你个兔崽子！由于伤情刚刚恢复，毫无招架之力，被他死死地卡着脖子，根本挣脱不开。陈青青手握银针，快速地朝着王德才的手腕刺去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在本官面前行凶！来人呀，把这个王德才给我绑上！大人，王德才敢当着您的面打杀我大哥，足以证明我大哥的伤乃是他们所致，求大人给我大哥做主啊！陈姑娘放心，本官自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本官想知道，你这些账本来自哪里，和本案又有何关联？这些账本是我大哥无意中发现的，正是因为我大哥发现王德才贪墨的事情，他怕我大哥告诉吴世仁，所以才趁我大哥被控制的时候下了死手。陈峰，既然王德才贪墨银款，自然不会让人发现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赶紧从实说来。大人，小人冤枉，
这账本肯定是伪造的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未曾贪墨过1文钱。掌柜与我有救命再造之恩，我怎么会恩将仇报？请大人明察。王德才，你莫要再狡辩了。这些账本都是你销毁的，但是很意外被我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我本不想揭发你，想给你留条后路，可就怪我心太善，差一点被你打死。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，这些账本分明就是假的。这些账本他明明已经扔进了河里，就算被人捡到也不可能会如此完整。哼，王德才，你是不是把账本扔进了河中？可你确定真的扔进去了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去年中元节那日吗？那日他去销毁账本，刚走到河边，就见到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一抹亮光忽明忽暗，还伴随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在呜呜哭泣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以为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把手里的账本使劲一扔，只听扑通一声，感觉账本已经掉进河里，转身就跑。原来是你在装神弄鬼吓唬我。我没有装神弄鬼，那天中元节吃饭的客人少，掌柜的又带翠花去走亲戚，那天晚上格外闷热，我干完活便想去河边洗个凉水澡，刚出门就看见你鬼鬼祟祟抱着东西往河边走。我本想和你打声招呼，可是你走路很快，我便在后面跟着。到了河边的树林里，刚好有个披头散发的妇人在树丛后面烧纸，祭奠她过世的男人。只因为你离得较远，听着妇人呜咽的哭声，便是断断续续的。俗话说心里有鬼如芒刺背，只因你心中有鬼，所以才会做贼心虚，扔下怀里东西抬腿就跑。我出于好奇你到底扔了什么东西，便走过去看了一眼，就发现了河边散落的几本账簿。我虽然不认识字，但是我找人看过了，那人告诉我这是阴阳账本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你在销毁证据。我就在睡觉的木板下挖了个坑，把那些账本藏了起来，本打算离开清风酒楼前交付给翠花，让吴掌柜解雇你，却没想到我差点被你给害死。爹，你赶紧说句话呀！这个王德才不仅贪没咱们酒楼的银钱，还差点打死陈峰，如此狼心狗肺、心狠手辣之人，难道你还要包庇他吗？我吴世仁这辈子唯一做过一次好事，就是一时心软收留了你，可没想到你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真是枉费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信任。当然，我要揭发，就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要置陈峰于死地，我店里的伙计都可以作证，还望大人严惩恶人。大人，我能证明，人就是王德才打伤的。对，我也是亲眼所见，他拿着大棍子往死里下手，陈峰就是被他打伤的。大人，吴世仁恶人先告状，他忌惮陈峰，大人也是他授意的，我一个雇工不敢不听他的话。要说我有罪，吴世仁就应该罪加一等。大人，你别听他满嘴胡说，我承认我是忌惮陈峰，怕他离开酒楼出去单干，影响我的生意，可我并未打算要他的命，只想吓唬他一番，让他背上偷盗罪被流放，并无害人性命之心。大人，草民真的冤枉，当时所有人都下手打了陈峰，王琦、赵天都打了，不信你问陈峰。他所言可是事实？启禀大人，他说的全部都是事实，至于是不是吴世仁指使的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动手的人里面没有他。吴翠花松了一口气，看向陈峰的眼神都是感激。大胆王德才，你忘恩负义，贪没酒楼银钱在先，污蔑掌柜在后，差点打死陈峰，数罪并罚，罚你杖责30，发配极北苦寒之地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就被2个衙役拖了出去。大人英明，多谢大人还草民清白。都是本官分内之事，吴掌柜客气了。陈姑娘，对于这个结果，你可满意？不满意。你还想怎样？启禀大人，虽说我大哥被王德才打成重伤，可是另外几人也动了手，他们这些人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，不然我大哥的罪岂不是白受了？还有，就算吴世仁没有动手，可他也是始作俑者。
在他的酒楼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作为掌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必须做出相应的赔偿。若是此事就这么轻飘飘的接过，民女不服。姓陈的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是我们作证，才让王德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现在你又反咬我们一口，还想要赔偿，简直是无理取闹。就是我们可没动手啊，你们这不是冤枉好人吗？大人，我可以保证，就是王德才一人所为，其他人根本没动手，你不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啊。吴掌柜放心，本官断案需要的是证据。既然你们说没打，本官自然相信你们所说的话。陈姑娘，你说这些人也参与了殴打行为，可他们都能相互作证，证明打人的只有王德才。本官已经重重惩治了凶手。至于吴世仁，他也是受害者，既然他没动手，足以证明这件事也不是他怂恿的，你就莫要再无理取闹，速速带着你的家人回家去吧。大老爷，我能证明这几个人动手了。王过头，这没你啥事儿，别胡言乱语，赶紧闭嘴。大人，小人亲眼目睹这些人都对陈峰动过手。既然你曾亲眼看到，还不快快从实说来。王过头，你可想好了再说话，不然别怪我不顾多年的主仆之情。那天给我媳妇儿买的点心忘在了住处，便回店里去拿东西，这细听之下才知道王德才丢了银子，说是陈峰偷的。紧接着就见所有人都对着他拳打脚踢的，还有人拿着木棍往死里打他。除了掌柜的吴世仁之外，其他人都动了手。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已经清楚，还望大人严惩，还我大哥公道。王七、赵天等人协助主犯殴打他人，犯胁从罪，故本官宣判，每人杖责20，并每人赔付陈峰医药费1两银子，若无异议，当堂付清。王七、赵天等人愣在原地，就被衙役拖出去行刑。陈姑娘，这个结果你可满意？大人明察秋毫，断案如神，此等公正裁决，实乃百姓之福。民女对大人的英明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退堂！衙门外，吴世仁冷眼看着三个大师傅。王过头，从现在起，你就不用再回店里了。爹，万万不可呀！现在王七、赵天他们都挨了板子，若是把王师傅开除，咱们店可就忙不过来了。就算关门不营业，也不用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翠花，你是个好姑娘，谢谢你的一片好意。既然掌柜的做出了决定，我也不勉强。你给我闭嘴！酒楼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心思。我告诉你，收起你那不安分的心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甭想让我同意。爹，你可想好了，开除王师傅对你没有一点好处。你啥也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，大不了我亲自掌勺，这几个人绝不再用。掌柜的放心，我虽然挨了打，但绝对不会影响酒楼的生意的，我还能干活。王七的话也是我们想说的，我们绝不会耽误酒楼生意。好，以后的酒楼就仰仗各位了。